锦衣秋落地西亭时已经是深夜，他戴着口罩和鸭舌帽，把存在感降到最低。他热爱红眼航班的原因就是不会遇到认出他的人。其实作为演员，他对镜头早已免疫，但却那些恨不得凑到你跟前的层层叠叠的手机镜头，总让他有种头皮发麻的感觉。但不管周围围了多少人，是不是粉丝，他都只能抱之虚假的礼貌微笑。经纪人总是苦口婆心的跟他反复强调，这年头小事也会被放大，在外务必谨言慎行。比如不准拉着张死人脸，不准说太过直白的伤人的话。锦衣秋只好曲线救国，尽量选择深夜的航班，来来去去，幻想自己是披着隐形衣的魔法师。拿好了行李，锦衣秋不用助理再送他，直接自己打了辆车回家。他住的小区房龄有些年头，优点是人员进出管理特别严格，不怕有闲杂人等上门骚扰。锦衣秋这次只带了个小的登机箱，他在小区门口下了车，拎着箱子走进去，慢慢悠悠走到自家楼下单元门的时候顿住脚步。他想起他的狗还寄养在陈听兰家里，几天不见，有点想狗，于是他脚步一转，走向隔壁单元门。陈听兰住顶层复式，锦衣秋从不用指纹解锁，他喜欢按密码，特别是陈听兰家门密码是长达24位的一串无意义乱码，一连串顺畅按下，听到解锁声音，锦衣秋就会获得一种难以言喻的满足感。已经过了凌晨2点，陈听兰家里十分安静，锦衣秋没有开灯，骑车熟路的穿过客厅，向客卧走去。陈听兰晚上一般会把狗关在客卧，他家里空房间多，干脆给狗拨了一间，笼子和隔离门栏都是陈听兰掏钱购买的。圆周率是只破坏力极强的哈士奇，于是陈听兰把隔离门栏买得很高，锦衣秋1.8米的个子也只能趴在栏杆上。锦衣秋打开手表的手电筒，轻声呼唤着小绿，爸爸回来了。圆周率被他吵醒，一骨碌爬起来，用湿热的鼻子隔着栏杆拱他。锦衣秋被他逗笑，使劲揉了揉狗头，这么想我呀。锦衣秋摸狗摸得十分快乐，完全没注意到陈听兰从楼梯上走了下来。主灯突然亮起，锦衣秋吓了一跳，他下意识转头，就看到陈听兰穿着一件松松垮垮的睡袍，抱着胳膊，姿态优雅的倚在栏杆上。陈听兰看起来是被他吵醒的，头发有点翘，他这会儿没戴眼镜，眼角轻轻翘起，目光称得上温柔，果然是家里进贼了。陈听兰看着他，揶揄一句，这狗也太没用了，这么快就倒戈了。锦衣秋满脸的口水和狗毛，他使劲晃了晃头，和圆周率甩毛的姿势很同步。陈听兰走过来，表情有点嫌弃，他伸出2根手指推锦衣秋的肩膀，说，一身狗味，快点去洗澡。锦衣秋哦了一声，很听话的钻进浴室。舟车劳顿之后，洗热水澡最舒服，他心情很好的哼着歌。锦衣秋洗漱完毕，顺便蹭了一点陈听兰的天价护肤品。他穿着睡袍上楼，进卧室之前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卧室里亮着一盏床头灯，陈听兰侧着身躺着，看起来像是又睡着了。锦衣秋半眯着眼睛，很困的掀开被子，只想快点拥抱枕头。他刚躺下就被人拦腰抱住了，陈听兰没说话，沉默的咬他的后颈。锦衣秋有点嫌弃的扭了扭，闭着眼睛说，我要睡觉。陈听兰仰起脸，这下咬的是锦衣秋的耳廓了，轻轻的笑，你半夜过来不是为了这件事吗？锦衣秋又打了个哈欠，诚实的说，我只是来看小帅的。陈听兰扯开他的浴袍带子，动作和目的都很直接。锦衣秋蜷起身子，意志不太坚定的说，别闹。陈听兰并不听他的，他用空闲的手扳住锦衣秋的下巴，强迫他转过脸同他接吻。锦衣秋很不擅长接吻，稍微亲一会儿眼睛里就出现水光，他逃离陈听兰的吻，有点不服气的说，你好烦，我要睡觉。陈听兰把他紧紧抱住，毫不客气的咬他的肩膀，说，现在是金主的要求，你不能拒绝。锦衣秋在心里骂他大尾巴狼，明明他现在完全动弹不得，根本没有拒绝的空间。有时候锦衣秋会怀疑陈听兰是不是进修过擒拿术，怎么每次都能把他完全压制，不留一点余地。每到这种时候，锦衣秋就会听话很多，反正最终他也会爽到，没必要惹金主不高兴。于是他很有敬业精神的仰起脸，直白的说，再亲一下。他和陈听兰的关系有点复杂，
他俩不能归类于普通的包养关系，毕竟当初提出这件事的时候，陈听兰还是个身无分文的穷光蛋。陈听兰大他4岁，两人的父母是好朋友，所以他们认识的时间很早。锦衣秋小时候经常被托付给陈听兰照顾，不管是爸爸妈妈还是叔叔阿姨，总是会重复这样的话：听兰要好好照顾弟弟。当然陈听兰没有尽过多少哥哥的责任，小时候和现在一样话多，会唬人，小年纪就成了孩子王，大家都得听他的。在大家还在招猫逗狗的年纪里，陈听兰已经会打扮得干净齐整，并且她很快交到了女朋友，是一个扎双马尾的小姑娘，然后又很快分手，赚足了别人羡慕的目光。锦衣秋对此一直冷眼旁观，他小时候总被大人说这孩子有点怪，他不喜欢跑来跑去，也不喜欢挖坑，甚至不喜欢奥特曼，所有小孩子的游戏他都觉得幼稚。他参与游戏只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特立独行，同样的，他乖乖跟着陈听兰也只是狐假虎威，毕竟他作为陈听兰亲爱的弟弟，大家是不能孤立他的。读书之后，两人联系就少了，陈听兰永远比他快一个阶段，锦衣秋听到他的消息，基本都是同学之间夸张的神秘传言。总而言之，陈听兰从小到大都很受欢迎，也很有名。他活跃于各类需要抛头露面的活动，又因为长相好看而饱受追捧。锦衣秋的学生时代就单纯很多，他对和人类相处毫无兴趣，只喜欢和数学题打交道。小学老师是第一个看出他理科天赋的人，他给锦衣秋的爸妈打电话，说这孩子特别聪明，学校的内容对他来说太简单了。但锦衣秋的父母都是大忙人，常年在外地出差，听了这话也只是多给他买了几本课外作业，加强练习。锦衣秋完全依靠自己生长，上了高中被选进竞赛班，国奖拿到手之后，他也成了学校的风云人物，但被著名议论的感觉并不好。他搞不明白陈听兰怎么会如此乐在其中。大学做口，陈听兰在一个城市，陈听兰有时候会来看他，每次的开场白都是小一秋活着没。锦衣秋知道陈听兰来找他只是因为父母受益，但每次见他都觉得很开心，因为陈听兰是无聊的人类中比较不无聊的那个，话很多，打扮精致，还爱喷香水，存在感极其强烈，特别像知花孔雀。锦衣秋对数字失去兴趣的那一年，陈听兰研究生毕业了，他又做了一件让大家惊讶的事，他放弃了大厂的 offer， 上架了一个自己做的单机游戏，赚了第一桶金，开始创业。锦衣秋看过一些关于他的报道，陈听兰衣冠楚楚的站在演讲台前，挂着他的招牌微笑。而这个时候，锦衣秋的人生转折点也出现了，有个人找上他，问他有没有兴趣去拍戏。锦衣秋对拍戏不能说是没有兴趣，他在大学社团很喜欢演家具和植物，可以让他大脑放空。但这个拍戏显然和演家具不是一回事。他有点疑惑，又很直白的问那个人是不是骗子，不然为什么找上他？那个人就是多年之后会很出名的一个导演，名字叫万燕。万燕那时候还是个穷学生，他坦诚告知是因为锦衣秋长得又好看又丧，特别像他的男主角。锦衣秋第一次听人这么形容自己，笑着问他，那管饭吗？万燕同他握手，很认真的说，酒也管够。锦衣秋摇摇头，礼貌告知他觉得酒很难喝。他的第一口酒是陈听兰骗他喝的，那会儿他刚上大学，被陈听兰喊去 KTV 玩，他找了个角落位置坐下，百无聊赖的计算这个包厢的面积。锦衣秋看到陈听兰被好几个人簇拥着，他点了一首特别俗的情歌，在唱的时候也很不专心，总是时不时的看过来，笑眼弯弯。锦衣秋觉得无聊，刚想起身告辞，陈听兰就坐了过来，手里拿着一罐啤酒，他勾住锦衣秋的脖子，笑着说，渴了吧？锦衣秋刚想说分享同一罐饮料并不卫生，陈听兰就把啤酒递到了他的唇边，动作透露出一股不容拒绝，他只好硬着头皮喝了一口，真的很难喝。锦衣秋现在还能想起那种苦涩的滋味。陈听兰还因为他的苦瓜脸笑他了，他至今还记得陈听兰一边笑一边把啤酒罐送到自己的唇边，用嘴唇附住尚且湿润的罐口。锦衣秋呸了一声，想把那种苦涩的感觉驱赶，他看着陈听兰有些挑衅的神色，
很无语的讲：“你可真是没有洁癖。”锦衣秋遇到万燕的时候比较无聊，那会儿陈听兰很忙，多数时候都不在西亭，偶尔会给锦衣秋打电话，上来第一句话还是问他活着没。锦衣秋每次都很无语的回他一句：“不然是鬼在接电话吗？”陈听兰总是能被他这句话逗笑，他的笑声也像经过包装那种，特别好听。不过锦衣秋总觉得被他逗笑的陈听兰要比演讲台上的陈听兰真诚很多。锦衣秋进了万燕的学生剧组，那个剧组后来好几个人都成为了电影行业的中流砥柱。在那里，他是最外行的那个人。拍摄的最后一天，大家一起去吃宵夜，锦衣秋听他们谈电影，聊理想，有一瞬间觉得这个世界还不错，手里的酒也还不错。那天他有点喝多了，蹲在宿舍楼下给陈听兰打电话。他说：“陈听兰，我去做演员好不好？”他以为陈听兰和对些讨人厌的话，或者拿他开玩笑，但是他没有。那天陈听兰听起来特别像个真正的哥哥，他说：“好啊，你去做，从小到大，你做什么都很好的。”锦衣秋挂了电话，抬头望天，他的脸很红也很烫，心里觉得很开心。他想陈听兰如果在他身边就好了，他很想听他当面说刚刚那句话。最后，万燕拍的这个片子在国内的一个电影节上获了奖，他还拿到了基金会的一笔赞助。那个时候华语电影还没有青黄不接，万燕把电影节拍的照片拿回来给锦衣秋看，一半是前辈们拍着他的肩膀的合影，另一半是年轻的电影人充满希望的眼睛。万燕对他说：“你真的很适合大荧幕，来做演员吧。”那年锦衣秋正好大4，他原来的规划是继续读书深造，这样就能一直跟论文和数据打交道。但他又想起了那个夜晚陈听兰对他说的话，他想一直和数字对坐也挺无聊的，他也应该去尝试一点不同的事情。于是毕业后，锦衣秋在万燕的帮助下签了现在这家娱乐公司。锦衣秋太过沉浸在回忆里，眼神就飘远了。陈听兰有些不高兴的掐了他一把，更加用力的抱紧他。锦衣秋有些疼，他下意识的瞪了陈听兰一眼，可惜这一眼火力不足，特别是这种场合下，看起来更像是在调情。陈听兰低头亲他的眼角，柔声问：“怎么心不在焉的？真的很困吗？”锦衣秋点了点头，感受有些强烈，他紧紧抿着唇，遏制着一些声音。他很清楚，陈听兰问归问，实际是不会轻易放过他的。陈听兰慢条斯理的吻他的脸，做最细致的品尝。锦衣秋脑袋有点发晕，陈听兰离他太近了，铺天盖地都是他的味道。锦衣秋一直很奇怪，在陈听兰家留宿时，他们明明用一样的沐浴露，可陈听兰总是闻起来特别香，香的人头昏脑胀，香的人放弃抵抗。锦衣秋不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他只记得陈听兰把他从床上抱起来，贴着他的脸说：“小一秋，乖。”锦衣秋在梦里又回忆起一些事情，他正式签约做演员之后，基本都在跑龙套，但他也不是很介意，不需要挑大梁的演戏很轻松，空余时间他就在片场玩数独。那次陈听兰是不请自来的，他给锦衣秋打电话，问他现在有没有空。锦衣秋好久没见他，下了出租车就看到陈听兰坐在公交站台上冲他挥手。陈听兰穿着一套西装，头发也用发胶弄过，打理得很整齐。锦衣秋呆了呆，仿佛有点不认识他了，被我迷倒了呀。陈听兰无比自信地冲他抛了个媚眼。锦衣秋用手指指他的脸，问：“怎么戴眼镜了？”陈听兰戴了一副无框眼镜，让他看起来斯文很多。陈听兰把眼镜摘下来，那双桃花眼有些轻佻的弯起，他很有自知之明的讲：“我不戴眼镜看起来不太值得信任。”锦衣秋点头表示同意。陈听兰的眼睛确实好看，很标准的一双桃花眼，看狗都深情。接下来陈听兰提议去买冷饮吃，他们选了口味付了账，一起蹲在马路边吃冰棍。上学的时候他们也喜欢这样，那时候锦衣秋总是乖乖背着书包，而陈听兰会把书包甩在地上。那会儿陈听兰总爱把锦衣秋当成小屁孩，喜欢叼着冰棍的木棒子逗他玩。最近在忙什么呢？锦衣秋问他。陈听兰笑了笑说：“我在等天上掉下一个天使投资人，
帮助我实现我的宏伟蓝图，创业不顺利吗？锦衣秋皱眉。陈听兰用力点头，像是在抱怨，尾音拖得很长，日子不好过，再这样没有起色，马上可能得放弃梦想，去做一颗996的螺丝钉。锦衣秋嗯了一声，实际陈听兰很少跟他抱怨什么，这让他以为不管是生活还是事业，陈听兰都游刃有余。锦衣秋沉默一阵，他非常不会安慰人，搜肠刮肚半天，选择卖惨。没关系，我的演员之路也不好走，下一部戏的角色突然被金主塞过来的关系户顶掉，现在是失业状态了。陈听兰皱起眉，含着冰棍对他说，不如我来做你的金主吧，别看我现在身无分文，连西装都买的打折款，但我以后一定能赚大钱。陈听兰说这话时有些吊儿郎当，和他一身正装很不搭配。锦衣秋早已习惯他这样子，他正忙着舔掉融化下来的糖水，做决定的速度就像刚才选棒冰口味那样随便。他说好啊，他的爽快态度反倒让陈听兰一愣，但只有一瞬间。陈听兰很快露出一个有些暧昧的笑容，他凑过来用手揉了揉锦衣秋的后颈，颇有点咬牙切齿的问，锦衣秋，你知道做你金主是什么意思吗？锦衣秋把剩下的冰棍都吃进了嘴里，他整个口腔被冰得有些发麻，说话声音也变得含混。我知道啊。陈听兰看着他，距离很近，好像下一秒他的睫毛就要扇到他的脸上。锦衣秋懵懂山口他对望，他的脸有些红，是被太阳晒的。陈听兰沉默的继续凑近，同时按住锦衣秋的后颈，让他贴向自己，两片嘴唇碰到一起的时候，锦衣秋的第一感觉是好凉。陈听兰吃掉了留在他嘴唇上的冰棍的甜味，然后很不客气的扯了扯锦衣秋的衣领，命令他张嘴。锦衣秋乖乖听话，他进入被包养的角色比他平时入戏要快得多。陈听兰的吻技和锦衣秋想象的一样好，他嘴巴里的那块剩下的冰被陈听兰完全舔化了。深吻的时间太久，锦衣秋有点蹲不住了，他下意识扯住陈听兰的西装外套，让自己保持平衡。等到陈听兰终于放过他的时候，锦衣秋松开手，西装外套被他攥得皱成一团。他有些抱歉，陈听兰无版的摇了摇头，说一件衣服而已。陈听兰对很多事的态度都无所谓，锦衣秋后来回忆起这一天，才明白对于做他金主这件事，他也是一样的无所谓。陈听兰的承诺实现的很快，锦衣秋有时候会怀疑他那天说起自己的近况，是不是有些夸大其词。等锦衣秋下一次见到陈听兰时，他已经找到了合伙人，成立了他的第一个公司。陈听兰说等到他们的新游戏发行那天，可以请他来当代言人。锦衣秋劝他别用这种事开玩笑，他这种18线小演员来当代言人，等于向外界宣告他背后有人。陈听兰不以为然，我们也只是个18线小游戏。隔了一会儿他又说，那到时候请你来给主角配音吧，这是我现阶段能给你的最好的工作了。陈听兰看起来真的很怕锦衣秋失业赚不到钱。锦衣秋看着他突然笑了，他宽慰他不用着急，咱俩这么多年的交情，不至于说他给不出资源他就要换人。陈听兰的脸色却沉下来，他把换人2个字着重强调，重复了一遍，又在后面加了个生硬的问号。锦衣秋不知道自己是哪里说的惹人生气，他挺真诚的讲，我感觉你好像很怕做不好这个金主，但是没关系的，我可以等你。陈听兰被他说的发愣，最后他笑了笑，充满自信的说，不装你等太久的。事实证明，陈听兰是个非常敏锐的人，也非常懂得造势和宣传。新游戏发行之后，不到1周就火了。锦衣秋在片场都看到好几个人在玩。锦衣秋只知道这个游戏挺火的，赤曲寸有多火还是没有实感，直到后来看到报道才知道他1季度的质就有1个亿。有些人的成功看起来是注定的，锦衣秋看着新闻报道上的陈听兰，看起来是如此自信从容。所以下一次在陈听兰家里见面时，锦衣秋说他看起来更像个企业家了。陈听兰是来履行承诺的，他给锦衣秋带来了剧本和综艺，甚至还有2个很好的代言。天上掉馅饼的感觉有些不真实，锦衣秋眨了眨眼睛，看到陈听兰打开 PPT 要给他讲解的那一刻，他又忍不住笑了。最后他只选了一个综艺，
陈听兰问他为什么，锦衣秋说自己还没能力挑大梁去做男主角，这个剧本很好，他不想辜负。陈听兰很欣慰的揉揉他的头发，说那先给你留着呗，大明星。这天锦衣秋留在陈听兰这里吃晚饭，陈听兰做饭的手艺很好，和他的外表不太搭。锦衣秋吃得很香，陈听兰给他夹菜，让他慢点吃。锦衣秋从前不觉得自己吃饭速度有什么问题，他独来独往惯了，吃饭只是维持个体生命的必须行为，吃完就是任务完成。但今天和陈听兰坐在一起，他一碗饭吃完一抬眼，对面这位才刚刚开了个头。陈听兰吃饭也要保持优雅仪态，夹菜只夹一点点，咀嚼更是慢条斯理。锦衣秋和他对上视线，陈听兰很自然的问再来一碗。锦衣秋摇摇头说不吃了，我应该只能吃半碗米饭，今天你做的菜太好吃，害我破戒，为了保持身材。陈听兰问他，锦衣秋嗯了一声，经纪人让助理盯着我呢，不然上镜不好看。陈听兰有点玩味的笑了下，吃多了一会儿运动一下就好了。锦衣秋下意识摸了下肚子，没懂陈听兰的黄色笑话，他真切的犯愁，经纪人让我一周去3次健身房，这周我还没去过。陈听兰把他碗接过去，又给他盛了一碗汤。锦衣秋有意放慢喝汤的速度，他看着陈听兰吃饭，数他一顿饭下了多少次筷子。吃完饭，锦衣秋为了表示礼貌和感谢，说他来洗碗。陈听兰按住他的肩膀说不用，他有洗碗机。锦衣秋眨眨眼说那我去洗澡了。陈听兰隔了一会儿才回答他，拿我给你拿衣服。锦衣秋洗澡洗了很久，出来的时候被水蒸气蒸得通红，整个人看起来简直像喝醉了酒。他出来的时候，陈听兰正靠在岛台上喝酒，见他出来，喉结滚了滚，目光从锦衣秋脸上滑到睡袍下露出了小腿。锦衣秋看起来还很懵懂，他问他不去洗澡吗？陈听兰把杯子里剩下的酒全喝了，沉默着从他身旁走过去。锦衣秋对接下来要发生的一切心知肚明，陈听兰已经给他的资源，那他自然要付出回报。锦衣秋坐在沙发上，小腿交叉着叠在一块，他等着等着就犯困，眼睛合起来，在沙发里越陷越深。半梦半醒间，他被一双手抱了起来，他吓得睁眼，下意识抱住陈听兰的脖子。锦衣秋呆呆的想，陈听兰平常看起来这么精致优雅，力气居然有这么大，我沉吗？锦衣秋问他。陈听兰轻笑，语气像在哄小孩，不沉，可以再多吃一碗饭。锦衣秋心想，陈听兰很会哄人。他仰面躺在床上，觉得灯光很刺眼，于是他喊陈听兰的名字，让他把灯关一下。陈听兰却摇摇头，他捂住锦衣秋的眼睛，笑着说这样就不亮了吧。锦衣秋有点不满意，他说关灯不是最方便，不关。陈听兰的语气带着笑意，宝贝，让我好好看看你。锦衣秋感觉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师知道是因为这个过于甜蜜的称呼，还是他想象中的陈听兰直视他身体的目光。他胡乱眨着眼睛，睫毛不停地碰着陈听兰的手心。过了好久，陈听兰也没有动作，锦衣秋有些沉不住气的问，你到底做不做？你想做？陈听兰反问他。锦衣秋不太明白这个问句的意义，他老实的说，今天不就应该做吗？陈听兰好像叹了口气，他俯身亲吻他，扯松两个人的睡袍带子。锦衣秋终于脱离黑暗，他看到陈听兰漂亮的腹肌，有点郁闷的想，这人怎么深藏不露？什么时候练的肌肉？这是锦衣秋第一次的经验，和他的想象完全不同。陈听兰是个温柔的引导者，他很有耐心，也很会照顾锦衣秋的情绪。唯一的缺点是耗时太长，锦衣秋本来就是个很容易没电的人，这一晚上被陈听兰翻来覆去，强行低电量运转，实在有些吃不消。锦衣秋跟他讨饶，陈听兰贴着他的脸，摸他的嘴唇，说让他叫句好听的。锦衣秋思考一番，在他有限的阅片经验里，做这种事的时候，外国人喜欢骂脏话，中国人执着于颠倒伦理关系，但两者他都有点说不出口。他被陈听兰盯得有些坐立难安，最后没办法，找了个最能接受的伦理关系喊他。他先喊了听兰哥，陈听兰不满意，磨他，他只好喊哥哥，混乱的喊了好几次。陈听兰摸他的脸，沉着声音说他好乖。
陈听兰看起来很喜欢听这个称呼。锦衣秋在睡着前还对这个夜晚进行了一个复盘，本着干一行爱一行的态度寻找提升空间。再后来一次见他，陈听兰搬家到了锦衣秋家隔壁，锦衣秋来他家里，看到成堆的纸箱子，表情有些诧异。陈听兰跟他解释，因为这个房子离公司更近，而且住在同一个小区，就算被拍到什么也很好解释。锦衣秋点点头，不太在意。他指了指最大的那个纸箱，几乎半人高。他满脸期待的说：“这个你把东西拿出来之后，能不能让我躺进去玩？”陈听兰有点无奈，然后他走过去把纸箱子打开，用飞快的速度把里面的被褥和一个大玩偶拿了出来。锦衣秋迫不及待的跨了进去，他个子太高，只好把腿屈起来，小心翼翼的靠在纸箱上。陈听兰探头看他，锦衣秋傻乐，说让他帮忙把纸箱关起来。陈听兰忍不住好奇，问他关起来干嘛？锦衣秋说：“我也不知道，就想关关看。我小时候就喜欢躲在柜子里听自己的呼吸声。”陈听兰说：“那我也要进来。”锦衣秋看他，陈听兰穿了一件特别干净的白衬衫，袖扣都没有解，衣冠楚楚的样子，特别不适合钻纸箱。锦衣秋粗略估计了一下纸箱大小，他蹭的一下站起来，跨出纸箱，拉住了陈听兰的手，认真的说：“干脆用纸箱把我们罩起来吧。”陈听兰看着锦衣秋拉着他的那只手，有点愣怔的点了下头。这个纸箱塞两个成年男人确实太勉强，两个人腿叠着腿，身体也靠得很近。纸箱罩下来之后，里面是完全的黑暗。锦衣秋打开手表的手电筒，这才看清陈听兰很憋屈的低着头，双手交叠在身前。锦衣秋忍不住笑他，叫你非要一起进来。陈听兰不说话，他安静的盯着锦衣秋看。无框眼镜没什么存在感，他那双多情的眼睛在微弱的光下美得惊人。锦衣秋很少仔细打量一个人的脸，但这里实在太过狭窄，他的目光只能落在陈听兰的脸上。陈听兰五官起伏秀美如山峦，不做表情的时候，唇角也是微微上翘的。锦衣秋看到他眉骨上藏着的那颗不太明显的小痣，下意识抬起手想要去摸一下。在他快要触摸到的时候，陈听兰突然开口：“锦衣秋。”他的声音很低，在纸箱里撞来撞去。锦衣秋一愣，陈听兰鲜少叫他的全名，他呆呆的看着他，问：“怎么了？”陈听兰捉住他的手腕，有些强势的朝他压过来，说：“你心跳的好快。”锦衣秋这才听到自己的心跳声，那样急促仓皇，他被震得恍惚，嘴巴张开了，想说点什么又忘了。陈听兰抬手关掉锦衣秋的手表，在光熄灭前准确的吻住了他的嘴唇。锦衣秋处在幽深的黑暗之中，能感受到的只有陈听兰滚烫的唇舌，他仰着脸接受这个漫长的吻，好像整个世界坍塌成这个箱子这么小，铺天盖地都是他们俩错乱的心跳。锦衣秋一觉睡到中午，醒来的时候家里已经没有人了，只有圆周率在客卧上蹿下跳。锦衣秋想起今天是工作日，陈听兰是要出门上班的，他在床上滚了一圈，出神的想陈听兰真是精力充沛，第二天明明要上班，还压着后一整夜。锦衣秋慢腾腾的爬起来，他的衣服已经换过，上面还留着很淡的柔顺剂的味道。这件事也很奇怪，一个衣柜里的衣服放到陈听兰身上总是味道不同，锦衣秋怀疑他是不是偷偷给衣服熏香了。简单洗漱之后，锦衣秋下楼把圆周率放出来，和狗玩了一会儿。他走到厨房，冰箱上贴着陈听兰写的便利贴，早饭记得吃，自己人下牛奶。锦衣秋从冰箱里拿出陈听兰给他做好的三明治，但他没有热牛奶，直接倒了就喝。他一边吃一边逗圆周率，低头的时候看到自己大腿内侧有个不甚明显的指印。工作关系，陈听兰极少会在锦衣秋身上留下痕迹，有一回折腾过头，给他后颈上咬出一个痕迹，气得锦衣秋一个礼拜没理他。锦衣秋把睡裤往上扯了下，确认了，确实是个指印。他在心里骂陈听兰没个轻重，昨天简直是把他往死里弄。难道是因为他们太久没见了？锦衣秋出神的想着。吃完早饭，锦衣秋把圆周率关了回去，提了行李回家，睡觉前又给陈听兰发了消息，
让他下班之后帮忙遛完狗，再把圆周率送回他家。锦衣秋睡醒之后，陈听兰已经来了，圆周率很老实的陪他一起在厨房做饭。圆周率这条狗具有很强的两面性，在锦衣秋面前有恃无恐，在陈听兰面前乖巧可爱。锦衣秋怀疑是因为他刚出生没多久就被陈听兰提着后颈降服过，所以把他当成了爸爸。圆周率是陈听兰送他的一个礼物，那段时间陈听兰工作很忙，锦衣秋刚拍完一部戏，闲在家里觉得很无聊。陈听兰说给他买后让他出去度假，锦衣秋拒绝了。后来有一天，陈听兰敲响他家的门，怀里就抱着一只狗。圆周率还没长大的时候腿很短，毛又蓬松，像个糯米团子。长大之后成了长长的一条，体重飙升至50斤，遛狗就变成了体力活。当时锦衣秋问他为什么要送他一只狗，陈听兰说一能缓解他的无聊，二能让他定时锻炼身体。不过锦衣秋一年到头不在家的时候偏多，他经常让陈听兰帮他遛狗。陈听兰对待圆周率就像干儿子，有空的时候还会带他去狗狗乐园玩。陈听兰遛狗被媒体拍到过，财经频道没有娱乐圈那么八卦，但那张照片出来的效果很不错。年轻帅气的创始人拎着装狗屎的袋子，十分有生活气息。锦衣秋也看到过这张照片，陈听兰遛狗都穿正装，如果不是像素模糊，他都怀疑这人是在刻意摆拍。锦衣秋在岛台旁坐下，又打了个长长的哈欠。陈听兰把一杯水递到他手边，说：“睡了一天还这么困啊？”锦衣秋直白的说：“还不是因为你昨天一直压着我坐，不让我睡觉。你知道我刚坐了5小时的飞机吗？”陈听兰伸手过来捏他的耳垂，不太真诚的讲：“不好意思，我这不是顺路买了菜来给你做饭了吗？”锦衣秋拖着脸喝水，懒洋洋地点头。陈听兰给他做了意面，还有一盆鸡胸肉沙拉。饭吃到一半，锦衣秋突然想起来件事，他把跑去客厅打开行李箱，从里面翻出一个小盒子，还有一个手提袋。锦衣秋随意的把东西递给陈听兰，说：“给你买的礼物。”送礼物对他们来说很平常，一开始是陈听兰出差会给锦衣秋买些东西，后来锦衣秋看样学样，出去拍摄也会给陈听兰带当地特产。陈听兰先看了那个手提袋，里面是一条扎染的方巾，图案极其对称。这是你买的？陈听兰问。锦衣秋在挑沙拉碗里的橙子吃，他摇了摇头，说：“这是我做的，录节目的时候大家一起做的，挺好看的，谢谢你。”陈听兰说，然后又打开那个小盒子，看清里面的东西之后，他的表情出现了明显的犹豫。里面放着的是一枚戒指，细细的红绳上缀着一颗莹润的玉珠，这也是你做的？陈听兰没有拿那个戒指，而是把盒子放在桌上，这是我买的。锦衣秋说：“是不是挺好看的？”陈听兰把盒子盖起来，摇了下头，说：“这个礼物我不能收。”锦衣秋挺奇怪的，这个不贵，一个戒指而已。陈听兰指尖向里扣住掌心，和锦衣秋对视，他的目光含义不明，看得锦衣秋都以为他送出的礼物是不是犯了陈听兰的什么忌讳。陈听兰最后还是拿起了那个小盒子，把它放进了扎染的手提袋里。锦衣秋有种奇怪的感觉，他觉得陈听兰收到这份礼物好像不太高兴。他本来还想跟他分享一下为什么要买这个戒指，这一下又觉得不该开口，于是他插了碗里的鸡胸肉，堵住了自己的嘴。吃完晚饭，陈听兰帮他收拾了厨房，接着就说要回去了。锦衣秋正在和圆周率玩，听了这话，有点奇怪的抬头：“这么早就回去吗？”陈听兰点点头，解释着：“明天要去出差，要回去收拾东西。”锦衣秋左手继续揉圆周率的狗头，右手抬起来，有点可爱的挥了挥，说：“那拜拜。”陈听兰走到门口换鞋，手按在门把上犹豫很久，最后还是开口了。他说：“一秋，有件事我想跟你说。”锦衣秋看他表情很放松，怎么了？我觉得我们有时候也得有点边界感。陈听兰在锦衣秋面前很少会有这样严肃的表情。锦衣秋啊了一声，好像不太明白他这句话。陈听兰叹一口气，又说：“算了，当我没说。”在锦衣秋说话前，陈听兰打开门走掉了。这一天之后，陈听兰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联系锦衣秋，这种断联放在他们俩身上
其实很正常，他们的工作都很忙，也都不爱微信聊天。但锦衣秋总觉得心里不上不下，就像有事没有着落那样。他总想起那个晚上，陈听兰站在门口，那种欲言又止的神情。因为太过在意，他在某天出通告的时候搜索了边界感这个词语。第一条跳出来的就是异性之间的边界感10条，锦衣秋点进去看，第3条加粗写着不可以随便送礼物，第4条依旧加粗，写的是不可以不打招呼就随便上门。锦衣秋看得有些头皮发麻，他放下手机，深呼吸了一下。所以陈听兰那天是在委婉表达，他有些反感自己的过界行为了。锦衣秋很茫然，从小到大他总被批评没有情商，所以在与人交往的时候，他会刻意避免深入接触。但陈听兰不一样，他们从小就认识，这么多年他一直是和他这样相处的，有什么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难道陈听兰一直在忍耐吗？锦衣秋越想越迷茫，做明白陈听兰再不高兴什么，他只好从头复盘了一下那一天。陈听兰异常是从聚到那个戒指开始的，可是戒指有什么问题？这种款式的戒指在当地很流行，卖戒指的店主说，在早一些的时候，年轻的小伙子有了心爱的姑娘，会特意上山去捕捉一种特殊的甲虫，把甲虫带回来碾碎之后会得到红色的浆液，他们就用这种浆液来把绳子染红，这种红和所有的红色都不一样，据说是最接近心间血的颜色。他们把红绳悬挂在门头上，让阳光把红绳晒干。在等待红绳干透的日子里，小伙子会去溪流里打磨一颗玉珠，最后把玉珠串在红绳上，做成一个戒指。这种红绳戒指会有一种奇异的香味，久久不散。店主笑着对锦衣秋说，小伙子有没有心上人，买这个送给他，这个很灵的，可以拴住他的心。锦衣秋本来想拒绝，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的脑海里浮现出陈听兰的脸，其实他也没有想太多，只是觉得陈听兰这么一个喜欢打扮自己的人，应该会喜欢这个漂亮的戒指。直到今天，锦衣秋才反应过来，戒指是很特殊的东西，他们不过是包养关系，他这样突兀的送他戒指，难怪陈听兰会不高兴。锦衣秋其实一直不太清楚陈听兰上班是去做什么的，陈听兰也不会跟他细说，他都是从一些新闻和财经八卦里拼拼凑凑。陈听兰这2年已经不负责游戏策划相关，而是做公司对外的发言人，负责产品发布和行业会议这块。比起前几年，他是加班少了，但出差更多了。距离上一次的见面又过去了3个月。这3个月里，锦衣秋严格守住边界，没有突然上门去找陈听兰，甚至也没有给他发消息，他回归到了一个等待陈听兰找他的状态里。但陈听兰居然不找他。自从陈听兰成为他的金主之后，锦衣秋从来没有这么长的时间会见不到他。哪怕他在外地拍戏，陈听兰也会在当中出现几次，过来探班。过来探班的时候，陈听兰就不做商人打扮，他会穿得像个男明星，也不戴眼镜。自我介绍时总说自己是一秋的哥哥。这种时候，锦衣秋就觉得他也挺适合去做个演员，毕竟白天在剧组陈听兰总能表现得关怀备至，特别有哥哥的样子，但晚上到了酒店完全是另一副模样。锦衣秋知道陈听兰挺喜欢和他上床的，可是这次居然3个月都没来找他睡觉，这很不正常。锦衣秋正握着手犹豫，万燕出现在他对面坐下了。2个人好久没见，万燕头发留长了很多，还打了卷，加上他那落拓的气质，特别艺术家。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导演，锦衣秋知道他正在筹拍新电影。他们点了菜，关心了彼此近况，聊了一些闲话，最后万燕问他要不要来拍他的新电影。锦衣秋喝了点酒，他拖着脸点头说，你找我，我当然不会拒绝，就是我可能演不好。万燕和他碰杯，笑着说，放心，演员演不好是导演的责任。中间万燕离开位置去上洗手间，锦衣秋拿出手机想给陈听兰发消息，但他手指点错软件进了微博，他刚想退出，
就看到热搜上挂着陈听兰公司的名字。他以为是游戏宣传，点进去一看才知道是八卦新闻。总裁和当红小花甜蜜约会，疑似恋爱。景一秋皱着眉，他不用点开图片都知道，照片里那个模糊的身影确实是陈听兰。陈听兰年轻有为，长得又好看，这几年也没少出八卦新闻，网红、女明星、富二代、主持人，五花八门，八卦杂志每次都说疑似恋爱。第一回出这种新闻时，景一秋跟他待在一块儿，两个人刚做完，裸着身体躺在一起。陈听兰跟他解释，景一秋很不在意的摇摇头，说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没有跟他谈恋爱，暧昧也没有。陈听兰很认真的讲。陈听兰解释的样子太认真，景一秋觉得有些不自在，所以之后他只会偷偷看新闻，在陈听兰面前装傻，完美的假装自己什么也不知道。这次的八卦和之前也没什么不同，但景一秋盯着看了又看，胸口有点闷闷的，觉得很不畅快。这顿饭吃到最后，景一秋喝醉了，万燕扶着他出了餐厅门，帮他叫车，又因为看他醉得太厉害，万燕好人做到底，把他送回了家。万燕走后，景一秋躺在客厅中间，被圆周率的狗舌头舔得恢复了一点清醒。他坐起来思考良久，没找回理智，只找到一点冲动。于是他出了门，晃晃悠悠走到了陈听兰家门口。景一秋弯下腰开始按密码，但他脑袋太乱了，按了2次都是错的。他有点生气的蹲下来，把头垂下去，埋得很低，像一只鸵鸟。隔了一会儿，门突然开了，景一秋抬起头，看到陈听兰的时候有些生气，他站起来要走，却被陈听兰一把抓住了手腕。你喝醉了。陈听兰皱着眉。景一秋没好气的想要甩开他的手，但是失败了。他扭着脸说我没喝醉。陈听兰想把他拉进门，但景一秋不愿意进去，两个人就这么僵持着。最后陈听兰没办法，他只好趁景一秋不注意，一把抱住了他的腿，把他整个人给扛了起来。一瞬间天旋同，景一秋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已经被陈听兰扔在客厅的沙发里了。他看着陈听兰的脸，突然感到生气。他问他，你在家为什么不找我？陈听兰表情有点困惑，他说我这段时间太忙了。你是不是讨厌我了？景一秋的声音有点委屈。陈听兰脸上出现了一点慌张，他说怎么可能？景一秋被酒精弄得头脑发昏，想到什么就说什么。那你为什么不找我？你不需要我吗？你不是很喜欢上我吗？景一秋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委屈，也觉得很丢脸，他的声音都抖了。你是不是厌倦我了？景一秋一边说一边开始解扣子，陈听兰不得不按住他的手。他皱着眉说，一秋，你现在不清醒。陈听兰觉得自己在按住一只不听话的小动物，他不知道景一秋喝醉了哪来这么多牛劲，最后两个人简直像是扭打在一块。他们从沙发摔到地毯上，陈听兰下意识护住景一秋的头。景一秋不依不饶地看着他，眼睛里似乎有水光。因为得不到陈听兰的回应，他伤心睡开脸，说我讨厌你。这句话刺痛了陈听兰，他掐着景一秋的下颌骨，强迫他同他对视，做了你就不讨厌了，是不是？陈听兰咬着后槽牙说。景一秋动弹不得，他也发了狠，嚷着对，我们俩之间就该做这件事，不然你养着我干什么？陈听兰有点惨淡的笑了，他放开景一秋的下巴，转而按住他的肩膀，他的膝盖跪在景一秋的身体两侧，他笑得浑身发抖。一时间景一秋不知道醉的人到底是谁。陈听兰最后指了指自己的心口，无比苍凉的重复了一遍景一秋刚刚的话，你以为我养你干什么？景一秋睡醒之后头痛欲裂，半梦半醒时刻，他发誓自己再也不喝酒了。他在床上来回摇摆滚了2圈，一睁眼看到陈听兰搬了把椅子坐在床边，正在看他。陈听兰已经穿戴整齐，他今天没有打领带，外套搁在椅子扶手上，在白衬衫外面穿了一件雾蓝色的马甲，眼镜也换了一副金色的细框，看起来很优雅。几点了？景一秋一开口，才发现自己的嗓子哑得厉害。陈听兰起身把床头柜上的水杯递给他，然后回答快12点了，
你不去上班吗？锦衣秋一边喝水一边揉脑袋。陈庭兰看了他一眼，说：今天没什么事。锦衣秋把水喝完，想了想，还是说：昨天我喝多了，跑来打扰你，不好意思。陈庭兰皱眉：你以前不会说这种话的。锦衣秋有点尴尬，说：我以前是没情商。陈庭兰看了一眼手机，按掉助理的来电，说：我煮了粥，饿的话吃一点。我去上班了，晚上一起吃饭。锦衣秋有点茫然的点头，他想，陈庭兰不是才说今天没什么事，怎么这会儿又着急要去上班？但宿醉让他无法思考，见微吃了一点粥，又睡了。再次醒来已经是下午，他终于恢复了一点活力。万燕给他发了剧本，锦衣秋给自己洗了一盒草莓，他坐在沙发上一边吃一边看。电影背景在上世纪60年代，男主角是个到最后失去一切的男人。锦衣秋看得入迷，整个人仰面躺下去，把自己塞在沙发角落里。躺了一会儿，锦衣秋觉得后背有什么东西搁着，很不舒服。他伸手去摸，摸出来一副眼镜，这是陈庭兰最常戴的那副无框眼镜，现在鼻托和镜片已经完全散架了。他这才想起来，昨天他和陈庭兰无理取闹的时候，一巴掌把眼镜拍飞了。锦衣秋感到一阵心虚，他也不知道昨天自己怎么了，只是觉得陈庭兰不找他，他很委屈。锦衣秋给坏了的眼镜拍了照，发给助理，让他帮忙再去买一副一样的。他知道陈庭兰其实视力很好，戴眼镜只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成熟一点。锦衣秋剧本也看不下去了，他把手机搁在胸口，戴上这副摇摇欲坠的眼镜，不太明白的想，陈庭兰昨天说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昨晚的最后，陈庭兰没有继续说下去，只是拍了拍锦衣秋的肩膀，说：很晚了，早点睡吧。锦衣秋觉得陈庭兰有点变了，如果放在几年之前，他绝对不会这样，只说半句话。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两人之间开始出现了大段的沉默和欲言又止？锦衣秋想不明白，他不够了解陈庭兰，也不够了解人类的感情。他又躺了一会儿，陈庭兰的助理给他打电话，说司机晚点会来接他。锦衣秋没想到陈庭兰说的晚上一起吃饭是出去吃，他不爱出门，更不爱在外面吃饭。但既然陈庭兰这么安排了，锦衣秋也没有意见。在挂电话之前，助理嘱咐他晚上的餐厅有着装要求，衣服陈总已经放在衣帽间里面了。锦衣秋就去洗了个澡，他走到衣帽间，看到陈庭兰为他准备的衣服，这是一套很漂亮的白色鹅脖领西装，陈庭兰为他配了浅牛仔蓝的衬衫，还有一块百达翡丽的手表。锦衣秋极少穿正装，除非是工作需要。他换好衣服，对着镜子理了理头发，打理好自己之后，瞥见陈庭兰那满满一柜子的香水，于是他伸出手挑了个顺眼的瓶子，给自己喷了一点。陈庭兰订了一个法餐厅，锦衣秋跟着服务员走进去，一直在想今天是不是什么特殊日子，搞得这么正式。进了包间，陈庭兰已经在等他了，他侧着脸在打电话，表情和语气都比较严肃。锦衣秋走得慢了点，这样的陈庭兰对他来说有点新鲜，他很少看到工作状态的陈庭兰。陈庭兰已经看到了他，于是他又对着手机说了一句话，就挂断了。锦衣秋坐下来，有点好奇的问：今天怎么突然请我吃饭？陈庭兰正看着他，目光特别专注。他由衷的讲：你今天特别好看。锦衣秋被他夸了，有点开心，就笑了。从小到大有很多人夸他好看，他都没放在心上过，但不知道为什么，这话从陈庭兰嘴里说出来，他就觉得很开心。这种餐厅是锦衣秋最不喜欢的那种，上菜慢，吃之前还得听大段的关于菜品的介绍，大盘子里就放一丁点东西，他每次一口就吃光。配酒又是至少3种，但他也喝不出区别来。这种餐厅倒是很适合陈庭兰。锦衣秋拖着脸无聊，看着陈庭兰的脸解闷。上甜品之前，陈庭兰开口问他是不是觉得很无聊，锦衣秋很直白的点头。他打了个哈欠，说好想吃泡面。陈庭兰很纵容的说回家给你做，所以今天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吗？锦衣秋问。陈庭兰摇了摇头，只是想跟你一起吃一顿久一点的饭而已，
这话说的，锦衣秋有点在意的问：“你最近真的很忙？”陈庭兰嗯了一声：“我刚刚把手机关机了，一会儿吃完饭估计要处理100通电话吧。看来真是错怪他了，这么久没找他，原来真是因为工作。对了，还有件事。”陈庭兰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份文件递给他：“很早之前给你看的那个剧本，我觉得时机差不多了，你这段时间正好没事，可以去拍这个电影了。”锦衣秋接过剧本，这是陈庭兰第一次给他资源的时候带来的那个。那时候他说怕自己演不好，想缓一缓。这么几年过去，锦衣秋确实从18线小演员上升到了8线，主要依靠持续跑龙套、刷脸和综艺路人缘。你觉得我能演了？锦衣秋问他。陈庭兰笑了，一开始我就觉得你能，项目书上写着预计2个月后开机。锦衣秋犯了难，说可我昨天已经答应万燕了，要做他的男主角。陈庭兰皱眉，万燕？他要拍新电影了？你怎么没跟我商量？这几年锦衣秋的工作每一项陈庭兰都知道，有些重要的锦衣秋会等他评估之后再决定接不接。这次因为是万燕，他才没有犹豫就接了。我昨天和他吃饭，临时提起，我就答应了。我现在不是告诉你了吗？锦衣秋莫名有些心虚。陈庭兰心情不太好的喝了口酒，语气像是在赌气。你是选是选我了？这话听着怪怪的。锦衣秋挺为难的，可我先答应他了。陈庭兰叹了口气，他对锦衣秋妥协。好了，你去拍吧，别不高兴。锦衣秋抬起头，眼睛亮亮的，他不太熟练的冲陈庭兰比了个心，认真的讲，下次一定选你的。陈庭兰无奈的看着他，又问了一句，需要我投资一点吗？万燕的电影是个小成本文艺片，锦衣秋都不知道他去哪里找来了这么一个以脚百凶的小村庄来拍片子，一下雨连信号都没有，但风景确实美，环抱着村庄的青山一同深秀，早上山上经常起雾气，像白色的沙，一层一层堆叠着，像通往云端的阶梯。到这个地方来得先坐飞机，再转火车，然后包车进山，最后还得走一段山路。锦衣秋没想到陈庭兰会来，他见到他的时候还以为在做梦。陈庭兰打扮得像个观光客，舟车劳顿之后也不显疲态。他作为投资方在那里和制片人握手，目光没有特意分给锦衣秋。寒暄之后继续拍摄，万燕拍戏细致，本来一场戏就很难一条就过，加上今天陈庭兰又在，锦衣秋觉得自己的状态不太好。今天最后一场戏演走路，失去女友后，男主角黄昏时分就在宿舍对面的田径上走来走去，万燕让他走的不要像个正常人。这件事对锦衣秋来说挺简单的，他读书的时候走路走得又快又急，还不看前面，大家都说他很怪。这场戏已经拍了好几天，万燕对天光要求极高，一天只够拍上一条。镜头拉得很远，监视器里锦衣秋像一片单薄的叶子，他沿着田径走，到了某一点突然顿住，然后像军训时向后转那样笔挺的调转180度，再次迎上已经变得橙黄的太阳。锦衣秋伸开双臂，像是要拥抱什么，他颤抖着嘴唇，憋着气在喊：黑！都黑下来了。陈庭兰看得呆住，哪怕他没看过剧本，也不知道这个镜头的前因后果，他仍然能感受到痛苦。他问万燕他为什么这么痛苦。万燕在监视器后面抽烟，说就是见证了太多死亡和牺牲，自己却无能为力。这一条拍完，锦衣秋在田径上蹲下来，太阳逐渐西沉，天色变得晦暗不明。陈庭兰以为锦衣秋是太过入戏，没法走出来，于是他急匆匆的穿过大片的农田，走到他的身边。锦衣秋，没事吧？陈庭兰俯身想要看清他的表情，锦衣秋抬手指了指前方，他说：你看，这里有一只小龙虾。什么？陈庭兰顺着看过去，只看到一团在水中翻滚的泥沙。啊，跑了！锦衣秋笑起来。风很恰好的吹起，锦衣秋的眼睛里满是对面青山的影子。陈庭兰在取景的住了一晚，和锦衣秋睡一张床。乡村的夜晚来得很快，黑的也很透。已经是秋天，入夜有些凉，隔着玻璃还能听见一些虫鸣。锦衣秋洗漱完钻进被子，下意识往陈庭兰身上挨。他觉得陈庭兰身上热热的，像个热水袋。这床本来就很小，陈庭兰只好张开手臂抱着他。这4你来说条件是不是太差了？
锦衣秋仰起脸看他，挺好的，我小时候回姥姥家和这里差不多。陈听兰笑了笑，真巧，姥姥家里也用一样的枕巾。锦衣秋吸吸鼻子，他没有闻到陈听兰身上惯有的香水味，村庄的味道好像盖住了一切。于是他伸手扒住陈听兰的肩膀，嗅她的脖子，这块皮肤还是凉的，带着水井里面那种绿色苔靴的草腥气，这种原始的味道让人上瘾。陈听兰往后仰头，让他别闹。锦衣秋有点坏的弯起眼睛，问他来找我不做吗？陈听兰用力的抱住他，坚决的摇了摇头，说不做，睡觉吧。锦衣秋被他牢牢圈在怀里，却获得了一种难以形容的安全感。他发现陈听兰的怀抱很像他喜欢的纸箱、衣柜，还有沙发角落，可以让他整个蜷缩进去，逃离这个世界。快要睡着的时候，锦衣秋发现这是第一次他们都清醒着，但什么也没有做。两个人互相拥抱着睡到了天明。陈听兰走的时候，锦衣秋在拍戏，他没有去送他。锦衣秋的助理陪着陈听兰走出去坐车。陈听兰问他锦衣秋在剧组怎么样。助理说一切都好，剧组年轻人多，大家都相处得很好。万导也很好，一直很照顾一秋哥。陈听兰点点头，说了一句看来我不用来。助理不太明白，只是说陈总，你每次来他都很开心的。电影拍完后，锦衣秋回到西亭，他又接了一个生活类慢综艺，算是一边赚钱一边休养生息。那段时间正值陈听兰公司推出新游戏，两个人忙得连见面的时间都没有，偶尔陈听兰来家里找他都是深夜，但他也不是来做的，他会从后面拥抱住锦衣秋，很温柔的亲吻他的头发和脖子，然后跟他说晚安，抱着他睡觉。锦衣秋怀疑是不是因为工作太多才让陈听兰提不起兴致，于是他也就善解人意免提此事，毕竟比起上床，他更喜欢被陈听兰拥抱。这一年的夏天，万燕的电影在国际上拿了奖，但比起他的最佳导演奖，更火爆的新闻来自他在威尼斯和一个法国男星接吻的照片。锦衣秋也看到了新闻，他问万燕是不是在和那个人谈恋爱。万燕笑着说怎么可能，逢场作戏而已。万燕很洒脱，他说爱是最虚无缥缈的东西，全靠人类的想象而美好。他不喜欢强求虚无，不如把握当下的快乐。锦衣秋觉得他说的很对，但万燕的照片却在持续性发酵，甚至有不知真假的相关人士冒出来，说一些曾经和他的恋爱旧闻。锦衣秋也看到了这些讨论，令他疑惑的是大多数人的态度。他发现自己居然是如此迟钝，直到今天才知道，同性恋这事一旦摊开在日光下，绝大部分人都只成好恶心。朋友遭受这样的言论，让锦衣秋觉得有些难受。他想来想去，可以帮忙的人只有陈听兰。于是他出了门，打车去了陈听兰的公司。这是他第一次来陈听兰的公司，到达之后有些茫然，只好给陈听兰的助理打了个电话。锦衣秋坐在大堂看他们公司的宣传册，看完一面之后，陈听兰出现在了他面前。老板的出现总是引人侧目，但陈听兰今天看起来心情不错，他伸手碰了下锦衣秋拿在手里的宣传册边缘，跟他说走吧。陈听兰的办公室和锦衣秋想象的不一样，他很正常，一点都不花哨，甚至可以称得上是简约。陈听兰确实变了，锦衣秋记得小时候去他的房间玩，满墙都是电影海报，床上乱扔着书和磁带。他们坐在地上玩拼图，有几块怎么都找不到。锦衣秋坐在会客的沙发上，助理为他放下一杯茶。他出去的时候，很贴心的为两位关上了门。陈听兰在另一侧的沙发上坐下，弯着眼睛问他怎么突然过来了。这个表情活泼的陈听兰让锦衣秋觉得熟悉，他喝了口茶，说想请你帮忙。陈听兰笑着说不会又是要我帮你给圆周率洗澡吧？锦衣秋摇了摇头，他很认真的说我想让你把万燕的煤散了。陈听兰的笑容僵住了，他有些不解的说他让你找我的吗？锦衣秋眨了眨眼睛，不是，我自己想找你的。陈听兰压着情绪说你特意过来就是为了他吗？锦衣秋觉得陈听兰好像生气了，
可他的表情又很正常。锦衣秋就继续说，我也想不到别人可以帮忙，我看那些人说他搞同性恋很恶心，我有点难受，那你也不能接受吗？陈听兰问。锦衣秋不太理解，我有什么不能接受的？这句话似乎刺痛了陈听兰，他有些尖锐的说，也是，你换个人也可以接受，比如万燕。锦衣秋完全搞不懂他在说什么，他也有点生气了。你不想帮忙就直说，扯万燕干嘛？陈听兰冷笑，他说，我当然能帮忙。锦衣秋僵在那里，他第一次看到陈听兰脸上露出那么冰冷的神情。这一刻，他发现自己真是太天真了。他老是觉得陈听兰是过去那个穿着打折西装和他一起蹲在路边吃冰棒的人，他忘记了他早就成为了一个合格的商人、企业家，能说会道，假面假心。陈听兰只不过在他面前偶尔流露出一点温情，锦衣秋就忘记了他们说到底只是交易关系。陈听兰的声音还是那么冷，可是帮忙是要有条件的，你能给我什么？锦衣秋直接站了起来，他走到陈听兰面前跪下来，他想他还能给他什么？锦衣秋伸手解开陈听兰的皮带扣，他的动作很直接，几乎没有犹豫。锦衣秋低着头，他看不到陈听兰的脖子上出现了几根明显的青筋，蜿蜒着像蜘蛛网。锦衣秋闻到一股腥热的味道，这让他想起几年前他去一个综艺当飞行嘉宾，在东南亚，向导带着他们进入雨林，扑面而来的都是这种气味。刚开始是艳阳高照，太阳透过高大的树木落在脊背上，滚烫的。路不好走，锦衣秋身一脚浅一脚的跟在向导身后，满头都是汗。向导带着他们体验割胶，橡胶树很粗壮，上面密密麻麻都是胶刀刻下的痕迹。向导的动作很熟练，他沿着树干铲走树皮，又在树上刻出一条倾斜的纹路。锦衣秋看到乳白色的汁液从这一道新鲜的伤疤中慢慢涌出来，像白色的血。那一刻的感觉和此刻很像。锦衣秋被陈听兰按在办公桌上的时候，他回忆起了那个闷热的没有一点风的下午。向导把胶桶挂在树上，橡胶缓慢的滴落。锦衣秋看着那棵伤痕累累的树，又觉得这个橡胶是他的眼泪。锦衣秋觉得疼痛，他无力的趴在桌上，有个回形针粘在了他的脸上，留下一圈红痕。那天动手割胶前，锦衣秋抚摸着树干，向树小声的道歉。但镜头还在拍着，锦衣秋回头又扯出一个笑容，假装自己对此感到新奇而有趣。同行的嘉宾也在卖力营业，笑着说期待收胶的时候。后来离开胶林之后，他们经过了一大片空地，向导说这其实是一个坟场。这话一说，大家都觉得有些阴森，便互相催促着快点离开。锦衣秋落在最后面，是隔着坟场里那些数不清的陈旧的墓，每一个墓上都长满了杂草。在最高的土丘上有两只狗，身体叠在一块儿，在艳红的晚霞之下，像是末日景象。这个画面太过有冲击力，锦衣秋看得有点呆。另一位男嘉宾从后面走来，意有所指的吹了一声口哨，同时抬手按了一下锦衣秋的脖子。锦衣秋毫不客气的打开他的手，那个瞬间他觉得人类真的很恶心，好像随时都能像那两条狗一样发情。但此时此刻，陈听兰成了他的掌控者，这让他觉得很可笑。原来他的身体也是这么看，不需要什么爱抚，只需要一点刺激就能满足。陈听兰盯着他看，眼睛冷静的吓人，他说了一些很脏的话。锦衣秋想陈听兰可能是疯了，可他也好不到哪去，他居然有些享受这些粗俗的语言和对待。锦衣秋一开始还控制自己的声音，后面就变得完全无他，混乱间他还喊了陈听兰哥哥，他说他讨厌他，他要死掉了。这话让陈听兰更加生气，他掐着锦衣秋的脸，强迫他抬头。这个视角太吓人，锦衣秋甚至能看到外面的秘书室，哪怕他知道陈听兰的办公室是单向玻璃，他也忍不住瞳孔骤缩。他又想起南阳的胶林，那天他们刚吃完晚饭，坐在住的地方休息，向导突然站起来看天，他说不好，要下雨了。割胶人最怕雨天。向导说不行，要去收胶。可大家都很累了，有个嘉宾满不在乎的说
就这么一点揪而已，收不收一样的。向导坚持要去，于是锦衣秋说他跟他一起去。天色改变之后，锦衣秋闻到一股潮湿腐败的味道，雨林成了一个巨大的坟场。锦衣秋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沿着他的脸颊淌了下来，他一抬头看到陈听兰的漂亮却漠然的脸，他感到恍惚，这种温热的感觉就像收胶路上的阵雨，彻底浸透了他。雨实在太大，连向导都没料到这么薄的云里能酝酿出这样一场滂沱大雨。锦衣秋跌了一跤，伤口流了很多血，鲜血混着雨水一起落进泥土之中。最后是向导和摄像扶着他回到了营地，坐下的时候他甚至感受不到疼痛，伤口被雨水浸泡了太久，已经麻木。那天夜里他就发烧了，醒来的时候居然看到了不可能出现在这里的陈听兰。他有时候都觉得那只是他的一个梦，陈听兰脸上怎么会出现这么慌张的表情，和他特别不搭，有点好笑。陈听兰永远都该是衣冠楚楚的。陈听兰给他喂药，他的语气像哄骗，也像命令。他说：“好孩子，咽下去。”锦衣秋听话的咽了，他闻到一种原始的气味，这种味道就像那年他在雨林里摔倒时不小心吃进去的那一块土，带着苦涩的腥味。锦衣秋睁开眼睛，不知道今夕何夕。那天那场雨好像一直下到了今天。锦衣秋在这一刻才懂得时间的微妙，原来时间不是笔直的河流，那些和陈听兰相处的岁月仿佛回卷的潮水，将他彻底淹没。锦衣秋回家就发烧了，他模模糊糊的睡了一觉，醒过来之后头晕恶心的厉害。他强撑着精神打开手机，看到陈听兰发过来的消息，热搜撤了。锦衣秋读了好几遍才反应过来陈听兰在说什么，他感觉再这么烧下去他可能会烧傻，就撑着仅有的清醒给助理发了消息。锦衣秋很快又昏睡过去，梦里全是陈听兰的脸。锦衣秋是被说话的声音吵醒的，他一半陷在睡眠里，一半清醒，那些声音像隔着一个玻璃罐子，听起来闷闷的。这都发炎了，你做的时候没做错事吗？这个声音很陌生，锦衣秋没有听过。接着是陈听兰的声音，他的语气很懊悔，我那个时候情绪有点激动，没控制住。再激动也不能这样，当时那些生理卫生知识白跟你讲了。这个男人听起来和陈听兰很熟，所以语气放得很重。你现在在这里着急上火有什么用？回去抽当时的自己2个耳刮子吧，连安矿套都不用，渣男。锦衣秋发着烧都有点想笑，陈听兰居然能这样老老实实的挨骂，也很少见。那个医生朋友指挥着陈听兰在外卖软件上买好了药，临走前还在骂骂咧咧，10万火急的找我以为你误食了什么毒药要死了呢，结果是你自己作死，真行啊陈听兰，你这个样子能有老婆出轨了。你知不知道我正约会呢？我的幸福你陪我。过了一会儿，锦衣秋额头上被放了一块湿毛巾，床垫下线，陈听兰在床边坐了下来。湿毛巾带来的凉意让他舒服了一点，但头还是很昏沉。陈听兰握住他的手，缓慢的弯下身子，他以一个朝圣者般的姿态低下头，把脸埋进锦衣秋的手心。房间里那么静，锦衣秋感觉自己漂浮在无边的黑暗之中，直到他听到低低的抽泣声。他觉得自己肯定是烧傻了，烧到都出现不切实际的幻觉了。陈听兰怎么会哭呢？锦衣秋心脏一阵紧缩，他很想睁开眼睛去触摸陈听兰，可是他努力了很久，只能轻微动了动手指。陈听兰直起身，他始终握着锦衣秋的手，说的话像叹息。锦衣秋，我怎么办呢？第二天锦衣秋烧退了，他睁开眼睛的时候，袁周律正趴在卧室门口，见他醒了，有点高兴的甩了甩尾巴。听到狗叫，助理从外面进来，手里拿着一杯热水。他说：“一秋哥，好点了吗？”锦衣秋看着助理，有点茫然地点了点头。记忆慢慢回笼，他想起昨晚他给助理发了消息，于是他礼貌道谢：“昨晚麻烦你了。”助理有些不解：“哥，你记错了吧？今天早上陈总给我打电话，说你发烧了，我才刚到没多久。”这么一说，昨天来的人真是陈听兰。锦衣秋拿起手机检查微信，才发现
他昨天的消息发错位了，既没有发给助理，也没有发给陈听兰，反而是发给了万燕。万燕回复的消息，他也是这会儿才看到，在楼下碰到你家那位了，我就把温度计和退烧药给他了，早日康复，下次一起吃饭。这下前因后果都捋清楚了。锦衣秋估计是万燕正好碰到陈听兰回家，所以让他来照顾自己。但万燕的措辞让他觉得奇怪。锦衣秋打字回他，我现在复活了，什么我家那位？万燕的消息回得很快，他这次发的语音声音懒懒的，陈听兰啊，你们不是在谈恋爱吗？锦衣秋听着这句话很陌生，转换成文字又盯着看，觉得更陌生。但那句没有却怎么也打不下去。他想起一件事，去年有一回去公司，听到他们老板对他经纪人说，金主做到陈听兰这份上的真是少见。经纪人那时候说的是他们的关系不一样，到底是从小认识的不一样。锦衣秋又把这3个字嚼了嚼。真要说起来，陈听兰比他的爸妈还像他的家人。锦衣秋小时候不知道父母到底是做什么的，反正一年到头见到他们的次数10根指头都数得完。长大了才知道他们俩的工作替注册商标符号特殊，他也没什么怨言，反正早就习惯了。他习惯一个人待着，和文字或者数字交朋友。其实他一直没跟陈听兰说过，他小时候觉得他特别烦人，叽叽喳喳，像只麻雀。锦衣秋想着想着就笑了。陈听兰是在下午过来的，锦衣秋这会儿已经恢复活力，他侧躺在沙发上跟圆周率玩丢狗粮游戏。陈听兰把手里的东西放下，问，你助理呢？ SHT 他回去了，我都好了，不用人照顾。锦衣秋说。陈听兰脱掉西装外套，对折之后搭在椅背上，接着进厨房洗手，伴着哗哗的吱声。他问，饿了吗？还行。你一问倒真有点饿。锦衣秋偏头看他，陈听兰身材很好，宽肩窄腰腿又长，穿正装就更加迷人。锦衣秋就这么看着他，直到圆周率不耐烦的用头拱他，他才意识到自己盯着陈听兰看了太久。锦衣秋收回目光，狠狠的揉了揉狗脑袋。吃完饭，陈听兰收拾好了厨房，要出去遛狗。锦衣秋说他也要一起去。陈听兰皱眉，有点担心的说，你才刚退烧，在家休息吧，我没事了。锦衣秋飞快的拿了一件衣服套上，伸手扯了一下陈听兰的衣袖，说，我要去。陈听兰妥协了，他拿了帽子给锦衣秋戴上，说，那走吧，这个小区的绿化很好。陈听兰牵着圆周率，锦衣秋站在他的左手边。圆周率一到陈听兰手上就很老实，锦衣秋说他是狗中两面派。陈听兰被他逗笑，笑完之后又连起表情。这段路快要走到尽头，算算时间，圆周率今天的运动量也要达标。陈听兰深吸一口气，下了很大决定那样说，一秋，我有事要跟你说。锦衣秋侧过头看他，眼睛干净明澈。陈听兰攥着牵引绳，尽力保持语气的平稳，我们的关系到这里就结束吧。陈听兰说完就转过头，不再看锦衣秋的眼睛。锦衣秋皱眉，他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不要我了吗？陈听兰抿了一下嘴唇，又松开。他很慢的说，一秋，你早就不需要有金主了，你今后会有更广阔的天地的。锦衣秋不理解的问，你要离开我了，为什么呢？陈听兰叹了口气，没有回答。可是我不想你离开我。锦衣秋很直白的说，从小到大只有你陪着我，我以为我不需要什么关怀和陪伴，可是我需要你，我把你当成我的家人，和圆周率一样。陈听兰垂着眼睛，有点温柔的笑了，一秋，我不会离开你，我依旧是你的家人。你那么聪明，怎么想不明白呢？没有这个金主的身份，他可以陪着你，这个身份说到底只是我的私心，我想要的不光是成为你的家人，你的哥哥。但我这2天想明白了，我的私心只会伤害你，所以我决定退一步。锦衣秋下意识想要拉住他的手，可是伸到一半又僵住。他看到陈听兰带了他送给他的那一枚红绳戒指，这枚戒指真的很适合他。锦衣秋看着陈听兰被戒指套住的左手食指，才迟钝的意识到戒指是多么特殊的一个东西。陈听兰今天打算完全坦诚，他继续说，我很了解你，我知道只要我不去开这个口，
你就会这样糊涂的和我过下去。其实很多时候我都觉得这样很好，起码可以名正言顺的去做很多像恋人之间才会有的事。有时候我觉得你的持着好，至少在很多时刻会给我一种你也是很在乎我的错觉。可是现在我却憎恨起你的迟钝来。我昨天那样对你真的很抱歉，我的不满足和自私却伤害了你，真的很对不起。陈庭兰有些苦涩的笑了笑，他伸手小心的摸了一下锦衣秋的头发，最后他用一种放弃一切的语气说，其实我也只是个懦弱胆小的普通人，锦衣秋，我害怕你知道我爱你，又怕你不知道。他们最后在单元门口道别，陈庭兰把圆周率的牵引绳递给他，嘱咐道，今天回家早点睡。锦衣秋还在看陈庭兰的手指，那枚戒指在黄昏时分显得那么亮。或许他真的买到了货真价实的魔法戒指，在他不知道的时候，陈庭兰就交付了他的心脏。刚刚锦衣秋没有给出任何回应，他再不懂人心也知道，说出结束那一刻的陈庭兰是真的想要斩断，那份自白就像一份体面的退场词。陈庭兰跟他告别，没有陪他上楼。锦衣秋回到家，有些虚弱的躺进客厅的懒人沙发里，他想，人类生个病真是脆弱，只是下楼走了那么一会儿，他就感觉快要倒下。圆周率难得变身贴心小棉袄，他走过来趴在锦衣秋脚边。圆周率最近在换毛，一揪就是一团毛。锦衣秋拿揪毛当解压，很快就揪了一地。他想，陈庭兰居然说爱他，爱是宇宙中最虚无缥缈的东西，锦衣秋讨厌无法证明的东西。他有点烦恼的想，陈庭兰还是跟他谈心最简单，基于原始冲动，很简单就可以获得满足。锦衣秋叹了口气，心里堵得慌。锦衣秋在家闲了2天，第3天出门参加电影的国内首映式。经纪人今天也在，锦衣秋化妆的时候还被他骂了，因为他整个人状态特别差，脸上又是水肿又是长痘，黑眼圈还特别重。锦衣秋老实受着，没为自己辩解。万燕今天很难得的穿了正装，身段格外漂亮。她完全没被那些风言风语影响，面对一些人探寻的目光，表现的也很坦荡。上台前，万燕对锦衣秋说，封路的事谢谢你，我知道是你让陈总帮的忙。锦衣秋说，我们之间不用客气，这也是为了电影着想。这话一说出来，锦衣秋自己都觉得诧异，这种圆滑的话更像是陈庭兰惯用的。想起陈庭兰，他又有些烦躁，这个人说着不做他金主也要做他哥哥，结果今天首映式都没来，看起来早就把他抛在脑后。首映反响很好，下台之后大家去聚餐，制片人过来说院线排片的事，表情很兴奋。咱们遇到陈总这个投资方真是遇到贵人了，要不是他帮忙，像我们这种文艺片上映第1周怎么可能有这个排片量和这么好的时间段呢？听了这话，锦衣秋喝了口酒，他刚刚还在气陈庭兰没来首映，这会儿又感到一阵心虚。话说回来，陈总怎么没来？万燕说这话时看着锦衣秋，锦衣秋有点不自在的说，我怎么知道？万燕点点头，也不多问。于是锦衣秋又想起他发给陈庭兰却石沉大海的那条消息，还是觉得不太高兴。但他现在又没有立场和身份跟陈庭兰闹脾气。锦衣秋烦死了，他一边喝酒一边委屈，陈庭兰说了结束倒是潇洒了，剩下他现在不上不下，真是太过分了。后来的时间里，陈庭兰一直像是人间蒸发了那样，锦衣秋忙工作的时候不觉得什么，一闲下来想起他，恨不得冲到他家门口去问问他。但这仅仅只是他的脑内想象，同样的，现在锦衣秋也失去了随便进出陈庭兰家的理由。大概是托了陈庭兰的福，锦衣秋这1年的事业特别顺，一是电影成绩好，口碑票房都不错，二是他之前录的一档综艺爆火，连带着他的人气也疯狂上涨。这么一来，锦衣秋的工作也变多了，连轴转这件事也变成了家常便饭，经常睡醒睁开眼，他会不记得自己正在哪个城市。忙的时候对一切的感知都变得很钝，等到终于能停下来喘口气的时候，已经年关将近。这天的西亭罕见地下了雪，是那种很细小的雪花，锦衣秋拿手掌去接，还没来得及看清就融化了。锦衣秋最近也感受到了自己人气的变化，走在路上哪怕戴着口罩也会被人认出来，
做晚班机到达，还会被一些女孩围着拍照。越来越多的人给他留言，说很喜欢他。锦衣秋缩了缩脖子，钻进保姆车，他把自己放置在后排的角落里，闭上眼睛。刚刚在公司，老板在跟他谈下1年的规划和最近的一些工作邀约。锦衣秋觉得疲惫，他拒绝了一些，老板显然有些不高兴，表情严肃的问他为什么。锦衣秋答不上来，他就是觉得很累，一坐下来就想睡觉的那种累。他想起更早之前陈听兰给他带来的一些工作，那时候他也会任性拒绝，但陈听兰从来不问他为什么，哪怕是一些很好的工作机会。陈听兰倒是问过他，不想变得更红一点吗？锦衣秋摇摇头，他说现在这样挺好的。其实他不想变得很红，他那时候觉得变红了就会有无数双眼睛看向他，那他一定没办法像现在那么舒服的待在陈听兰身边了。锦衣秋拿出手机搜索陈听兰的名字，八卦新闻永远比正经新闻来的热度高，飘在最上面的第一条就是陈听兰和一个富二代的绯闻。现在娱记已经不满足于说陈听兰恋爱了，已经升级到疑似订婚。整篇文章言之凿凿，锦衣秋看完很想一键转发给陈听兰公司的法务部，告他们造谣。但文章的配图又很讨人厌，陈听兰和那个女孩站在一块儿，看起来那么登对。锦衣秋第一次觉得陈听兰长得好看又会打扮是一个缺点，要是她长得普普通通，类似的八卦新闻是不是就能少一些？这一年过年，锦衣秋都在工作，实际上他也在逃避，用工作做借口，他就不用去陈听兰家吃饭了。但过完年之后，陈听兰的妈妈给他寄东西，顺便抱怨了一句，说陈听兰今年也没回家。锦衣秋没空管他，他正在和陈听兰进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他想知道，如果他不找他，陈听兰是不是真能一辈子躲着他？但很快锦衣秋就举白旗投降，因为陈听兰的生日到了。锦衣秋想自己就大度一点，不跟他计较。他拎着蛋糕和礼物上楼，站在陈听兰家门外犹豫了一会儿，抬手敲门，但过了很久也没有回音。锦衣秋拿出手搏了一眼，他想这个工作狂不会生日还要加班吧。又等了一会儿，锦衣秋按了指纹开门，智能锁低的响了一声，锦衣秋推开门，顺手打开灯，他看到眼前的景象人有点傻。陈听兰家里空空荡荡，家具全部蒙着防尘罩，只有几个纸箱散落着，看起来是准备丢掉的。他把蛋糕放在茶几上，有点茫然 JW 顾四周，他感到一阵凉意从脚底窜到他的脊背。陈听兰搬走了，锦衣秋这一刻真的很想给陈听兰打个电话，可掏出手机之后又没有勇气拨打出去，他早就失去了可以质问陈听兰的立场。他现在最体面的做法就是转身出去，当做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但锦衣秋实在气不过，他在房间里来回转了2圈，掀开最大的那个纸箱，他看到里面的那只大兔子玩偶，心又凉了半截。那是锦衣秋还在读大学的时候，有一回和陈听兰出去玩，吃完饭路过抓娃娃机，他指着这只被吊着的大兔子说，你知道吗？这种农机都是老板设置好概率的。陈听兰也看那只大兔子，说，那就是说花钱到一定程度一定能拿到喽。锦衣秋点点头，又说要花多少钱得看老板的良心。事实证明这个老板良心不好不坏，他们还没把筐里的游戏币用完，拴着玩偶的绳子就被剪断了。锦衣秋很快乐的把这个玩偶抱出来，递到陈听兰面前，他从兔子脑袋后面露出脸，笑着说，龙，送给你。锦衣秋一开始没觉得这个礼物有什么，直到几年后陈听兰搬来他家隔壁，从纸箱子里把这个兔子玩偶抱出来，他突然觉得很高兴。锦衣秋脱掉鞋子，跨进纸箱，这个纸箱很大，足够他和这个玩偶一起待着。他曲着膝盖靠着大兔子，心里有点难过的想，陈听兰没带走这个玩偶，是不是真的意味着要放弃他？锦衣秋伸手把纸箱盖上，让自己陷入黑暗中。他想，陈听兰确实是个独裁者，抛下一大段让人晕头转向的话，连开口的机会都不给自己，现在又要一言不发的离开。锦衣秋抱着要送给他的礼物，
把脸埋进兔子玩偶里面。锦衣秋睡着了，他梦见小时候，那个时候电子产品还没有现在那么发达，大家喜欢去陈听兰家里玩，他家大，而且有游戏机。有一回大家商量好要玩捉迷藏，大人的主卧不准去，别的地方随意。锦衣秋懒得找地方躲，就爬进了陈听兰的衣柜。陈听兰的衣柜很满，他钻进去，缩在角落，闻着衣服上带着的那种柔顺剂的味道。等了太久，他昏昏欲睡。捉迷藏的游戏都进行了几轮，居然没有人找到他。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锦衣秋听到大家告别的声音，房子重新变得安静。那个时候，他被黑暗缠住手脚，有一种巨大的被抛弃的感觉。现实和梦境叠在一起，锦衣秋呆呆的睁开眼睛，纸箱恰好在这一刻被打开。长大了的陈听兰看起来表情更呆，他诧异的说：“你怎么在这里？”陈听兰脸上醉意明显，整个人看起来也没有那么一丝不苟，他只穿了一件衬衫，领带松垮垮的，头发也有些凌乱。锦衣秋看到他的那一刻，巨大的委屈涌上来，他不高兴的别过脸：“你还回来干什么？”陈听兰脸上出现了很茫然的表情，他看起来无法相信眼前的一切，于是他下意识伸出手，想要触摸这个幻觉。锦衣秋用脸接住了陈听兰温热的掌心，他有点生气的说：“陈听兰，是我。”陈听兰如梦初醒，他有些慌乱的解释说：“今天回来晚了，是因为公司酒会，他们不让我走。”喝多了的陈听兰看起来年纪很轻，有一种很久没有出现的青涩感。锦衣秋偏头脱离陈听兰的手掌，他没好气的说：“你都要搬走了，还回这里来干嘛？”陈听兰收回手，尴尬的说：“就是想回来看看。”锦衣秋觉得自己有些无理取闹，但他又无法控制，他仰着脸看陈听兰，他发现见他一样，面对对方都无法坦诚。其实直到今天，他都不懂自己到底对陈听兰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陈听兰很小心的说：“一秋，你是来给我过生日的吗？”锦衣秋这才想起自己手里还拿着要给陈听兰的礼物，他没好气的一地说：“我随便挑的。”锦衣秋送了他一条领带，上面布满了规则的几何图形。陈听兰垂着眼睛，表情很珍惜的说：“谢谢。”这种神上让锦衣秋心软，他跨出纸箱去拿茶几上的蛋糕，问他：“你今天吃蛋糕了吗？”陈听兰摇摇头，他看着锦衣秋把蛋糕的包装盒打开，插上生日蜡烛。我妞像没有打火机，锦衣秋有些苦恼。陈听兰把扔在地上的西装外套捡起来，从口袋里摸出了一个打火机，他的动作不太稳当，有半包烟跟着一起掉出来。锦衣秋看着微微皱眉，他居然不知道陈听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打火机很漂亮，打开的时候叮的一声脆响。房子里根本没地方坐，所以他们两个人面对面，盘腿坐在地上。锦衣秋捧着蛋糕对他说：“许个愿吧。”陈听兰看着他，烛火晃动着，映在锦衣秋的脸上。锦衣秋长得很漂亮，嘴唇最漂亮，唇珠很饱满，亲起来比看着还要柔软。他盯着锦衣秋看了很久，蜡油顺着蜡烛往下滑，凝固在奶油上，像一块污点。最后他摇了摇头，说：“我没有愿望。”锦衣秋一愣，他感到一阵莫名的心痛，紧接着陈听兰好像真的没有期盼那样吹灭了蜡烛。锦衣秋有些难挨，他明显感觉到了陈听兰在他面前画了一条界限。如果他什么也不说，今天也会和平的过去，然后他们就可以心照不宣的忘掉从前的一切。在包养关系结束的那天，陈听兰往后退了一步，同时他已经接受了锦衣秋不会再往前。陈听兰露出一个笑容，说：“吃蛋糕吧。”锦衣秋看着她漂亮的眼睛，那双永远多情、永远看人不够真切的眼睛，望向他时却饱含重量。是他太迟钝，读不懂陈听兰这么多年来始终如一的心意。锦衣秋咬了下嘴唇，说：“我还没唱生日快乐呢。”于是他坚持要再点一次蜡烛，而且要关灯。这一支小小的蜡烛的光有些孱弱，只能勉强照亮两个人坐着的这一圈黑暗。摇晃的烛火映着陈听兰的脸，看起来如此美丽，又有一些脆弱。锦衣秋说：“我刚刚有句话说错了，礼物不是我随便选的，我想了很久才决定的。对不起，之前我送戒指有点冒昧，
应该再郑重一点的。陈听兰释然的笑了，其实我知道你是无意的，只不过我把戒指的意义看得太重，我太想会错意，可我又清楚你真的不是那个意思，弄到最后还在心里怪你，真是对不起。这话说的曲折，如同这么多年他未能说出口的心事。我这种弯弯绕绕的话，你最烦了吧？陈听兰笑了笑，御己的小事欺人给你递情书，洋洋洒洒一大张纸，你连第一行都读不下去。锦衣秋摇了摇头，诚实的说，那是因为我对那个人又不感兴趣。陈听兰没有顺势问下去，他放弃试探锦衣秋的心意，于是两个人之间突然静下来，安静让空气变得浓稠。最后是陈听兰先忍不下去，他说，蜡烛都要烧完了，你到底唱不唱生日歌？说这话的陈听兰表情有点孩子气，可眼睛里藏了那么多哀愁。锦衣秋越看心脏越缩紧，他很轻的开口，给陈听兰唱生日歌。锦衣秋看着陈听兰专注的眼睛，发现他是如此容易满足，只是一首生日歌就让陈听兰看起来很幸福。陈听兰，生日快乐！锦衣秋说，他把蛋糕举得高一点，认真的讲，许个愿吧，都会实现的。陈听兰看着他，目光变得直白，他问，什么愿望都行吗？锦衣秋被他的眼睛烫了一下，但他没有退缩，糊涂还是清醒都不重要，他只希望陈听兰能快乐一点。于是他点了点头，表情郑重的像要去殉情。陈听兰忍不住笑了，他没有闭眼睛，他的愿望不是对着缥缈的神明说的，他看着锦衣秋，轻轻的讲，我的愿望是锦衣秋能主动亲我一下。锦衣秋的喉结滚了滚，他柔声说，陈听兰，吹蜡烛吧。蜡烛应声而灭，房间重新陷入黑暗。锦衣秋把蛋糕放在一旁，撑着身子，西行着往前，用一个献吻的姿态抬起脸。运气很好，在黑暗中他们准确找到了彼此的嘴唇，有些干涩，但又那么柔软。锦衣秋又想起那个捉迷藏的下午，他甚至以为他会在衣柜里死去，但这个时候有人在衣柜前停下了。来人没有一点犹豫，他一把打开柜子的门，突然的光亮刺痛了锦衣秋的眼睛，他看到陈听兰带笑的脸。陈听兰探身进来，握住了他的手，说，锦衣秋，我找到你了。